进宫的第15个年头，淑妃娘娘说要放我出宫嫁人，我顿时吓得连连磕头。娘娘，小桃只想永远陪着娘娘。淑妃娘娘摇头叹气，哎，你哪是想陪着本宫，分明是想陪着那个小喜子吧？一个阉人有什么好？我却只敢在心底反驳，不是的，我的温喜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。饥荒之年，我被爹娘送进了宫，爹娘告诉我，只要进了宫就不用再饿肚子了。我虽舍不得爹娘，但还是欢欢喜喜进了宫。运气好，被分到御膳房，果然再也没饿过肚子，就是有点想家。我曾偷偷藏过馒头，想带回家给爹娘和弟弟妹妹吃，被李嬷嬷发现后狠狠教训了一顿。李嬷嬷说，进了宫就别想回家了，除非等到25岁。我当时觉得那可真久啊。我问李嬷嬷，她为什么不出宫？她说家里人都死光了，出去还有什么意思？宫里起码还有几个能说话的人。李嬷嬷其实是个好人，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哭的眼睛都肿了，她还偷偷给我抹过药，清清凉凉的，很舒服。我从此便很听李嬷嬷的话。李嬷嬷还告诉我，想要在宫里活得长久，就必须学会适当的当一个瞎子和哑巴。我一直不懂这是为什么，直到那日，希儿姐姐兴高采烈地回来收拾东西，她说云嫔娘娘看中了她，让她做贴身宫女，从此再也不用在御膳房做烧火丫头了。希儿姐姐还笑着摸我的脸，小桃儿，姐姐要走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西云阁找我，姐姐定会帮你。西云阁便是云嫔娘娘的住处，可那里却不是希儿姐姐的归处。没过几日，她就被抬着出了西云阁，尸体卷在一帘草席里扔进了乱葬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不过是去西云阁送糕点时，正好遇见了皇上，多看了一眼。我看着希儿姐姐曾经的床铺，哭红了眼，也彻底明白了李嬷嬷的话，从此认定皇上是这个世上最可怕的人。那年我才10岁，日子过着过着，我就15岁了。李嬷嬷被调到了别处，我见她的时间从此变少，只是依旧听她的话，处处谨言慎行。御膳房的日子很是平淡，不过今日却到处笼罩着一股愁云惨淡的氛围。我不知怎么了，便拉了拉旁边人的袖子问春红，这是怎么了？春红苦着脸，别提了，还不是西云阁的那个云嫔娘娘，平日里本就做得很，如今怀了孕，更是难伺候了。提起云嫔娘娘，我顿时想起什么，吓得连忙捂住她的嘴。春红，你说话小心点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就跟你说说，小桃肯定不会害我的。春红笑着捏住我的脸，我摇摇头甩开她的手，催促她快说。春红叹了口气，唉，说是要吃新鲜的桃花糕，如今这季节桃花早就谢了，咱去拿给她找桃花去。依云嫔娘娘的性情，想要的必定要得到，不然倒霉的必定是我们底下人。可我自觉没用，也想不到哪里有桃花，只能在宫中到处转转，碰碰运气。转着转着就被人捂住嘴压在地上，塞进了灌木丛。那一瞬间，我真害怕也被人卷进一帘草席，随意扔进乱葬岗，任由野狗啃食。但片刻过后，那人又把我拉起，温柔地帮我拍去身上的草屑。我含着泪看着面前眉清目秀的少年，你想干嘛？我才要问你想干嘛呢？前面可是皇上的御书房，到处有侍卫在巡逻，你贸然闯过去，可是要被大卸8块的。那人边说还边掩饰，用手做刀状砍着。我吓得一抖，连忙又蹲下躲进灌木丛。那人却是被我逗笑了。起来吧，刚刚侍卫已经过去了。我又哆哆嗦嗦站起来行礼，小桃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那人又笑了，公，你是从哪个话本子上看来的称呼啊？我叫温喜，你叫小喜子就行。温喜，小喜子，原来他是太监呀！我被他笑得脸红，悄悄在心里记住他的名字，然后又行了一礼。小桃多谢温公公。不用谢，快回你该回的地方吧。温喜摆了摆手就要走，我当即又想起此行的目的，心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勇气，一把拉住了他的手，是温热的。这次轮到温喜被吓了，你个小宫女胆子变大了，还敢拉陌生人的手。我瞪大了眼，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认识了吗？他刚刚明明已经自我介绍过了，那就不是陌生人啊。这话一出，顿时让温喜无法反驳，露出错愕的神情。也对，温喜点点头。小宫女，你还有什么事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想知道宫里哪里还有盛开的桃花。我来到了瑶华宫外，温喜告诉我，这个季节如果还有盛开的桃花，那必然就只有淑妃娘娘宫里了。我一抬头就看见瑶华宫的桃花开得正盛，枝头甚至伸出了墙外。我本想跳着摘一些，但用尽了力气，始终碰不到。你是哪个宫的？我又被按在了地上，然后就被带到了淑妃面前。我叫小桃，是御膳房的，就是想摘点桃花做桃花糕。我低着头，声音颤抖，身体也抖得像个鹌鹑。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，别紧张，本宫不会罚你，若只是采些桃花便采吧，总归也是要落在地上的。谢淑妃娘娘，我心里松了口气。淑妃娘娘可真是个好人，长得也很美，就连宫里的桃花都长得格外红。
走之前，我还悄悄看了一眼淑妃娘娘，她正望着桃花树发呆，时不时还看一眼门口的方向，像是在盼望着什么。旁边的宫女发现了，瞪了我一眼，嘴里还抱怨着，怎么今日这桃花都成了香饽饽吗？云嫔那边就算了，一个御膳房的也跑来要，见势不妙，我转身就跑。赶到御膳房时，时间刚好，能赶在最后时间把桃花糕做好给云嫔娘娘送过去。云嫔娘娘很满意，大家都庆幸着躲过一场责罚。为了奖励我，大师傅晚饭时还给我加了个大鸡腿，可惜被春红抢走了半个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春红还在感叹鸡腿真好吃，不过小桃你胆子可真大，还敢跑到淑妃娘娘宫里去摘桃花啊？没有啦，我胆子很小的，嘴里这么回着，心里却突然想起了温喜，要不是他说淑妃娘娘人很好，就算发现了也不会罚我，想来我也是不敢去的。春红还在八卦着，你见过淑妃娘娘了吗？淑妃娘娘好看吗？好看，我果断点头，然后又想起她看向天空时的落寞眼神，又加了句，就是看起来有点可怜。得了吧，她可是宫妃，再可怜能有我们这些小宫女可怜？春红不以为意，我看向对面的床铺，又想起了杏儿姐姐，或许吧。半夜，我被春红隐忍的呻吟声吵醒，我点上油灯，才看见她蜷缩着身子，捂着肚子，早已疼得大汗淋漓。我着急地询问春红，你怎么了？她白着脸摇了摇头，看来是自己也不太知道。我为她喝了些热水，情况却不见好转。我去找太医，我慌得不行，转身要走，春红却喊住我，小桃别去，宫里晚上不许随意走动的，而且太医也不会管我们这些小宫女的。我执拗地站在原地，春红说的我怎会不知，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有人莫名其妙死去，哪怕我们的命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，我们还是想挣扎求活。我还是决定试试。往太医院跑的路上，果不其然碰到侍卫巡逻，我只好躲进了假山石里，好不容易躲过侍卫，再出来时却不想又遇见了温喜。小宫女，又是你，上次没吃到教训吗？又在宫里乱跑，不想活了吗？我慌了一阵，抬头对上温喜戏谑的眼神时，又不再害怕了，大概是心里笃定他不会告发我。我大着胆子顶撞他，我有名字的，我叫小桃。他愣了愣，失笑道，好吧，小桃子，你大晚上的又想干嘛？我想找太医。我声音越来越低，春红病得很严重，我不想她死。温喜眉头一皱，你可知太医可能不但不会管你，还会把你送进慎刑司。我眼神坚定，我知道，但我想试试，万一有好心的太医呢？我愿意赌。温喜怔怔地看着我，眼神有些晦暗不明。片刻后，他说，今晚云嫔娘娘身体不适，太医院的太医都去了西云阁。我顿时感觉一阵寒风吹过，吹灭了我心里所有的希望。知道了，多谢温公公。我转身往回走，边走边抹眼泪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叹息，唉，我少时学过医术，不嫌弃的话，我随你去看看吧。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温喜，脸上的泪水却越来越多。谢谢你，温公公。温喜有些别扭地越过我往前走，嘴里还嘟囔着，真是遇见你就没好事。温喜医术很好，身上甚至还带有自制的小药丸。春红吃过药后脸色好了不少，很快便睡下了，我心里那块石头也放了下来。多谢温公公。此时我看向温喜的眼神，就像看菩萨一样，看得他越发不自然起来。行了，你别老盯着我，你多盯着他吧。他看着春红意有所指，别让他乱吃东西，小心吃到有毒的。我听得心头一震，有毒的东西？可是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呀。除了春红下午偷吃了一块做给云嫔娘娘的桃花糕，当天晚上宫中便传出消息，云嫔娘娘流产了，宫妃失了龙胎乃是大事，何况这还不是意外，很快御膳房的人都会被叫去问责。想到瑶华宫里那红得不正常的桃花，又想到在瑶华宫宫女口中听到的话，我当下心乱如麻。如果找不到下毒的人，御膳房所有人都会死。想想眼下大概也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迅速跑去瑶华宫，求见了淑妃娘娘，将所有事一并告知。我只能再赌一次，赌淑妃娘娘不是那个下毒的人。原是如此，你叫小桃是吗？你说的是本宫已知晓，本宫会查清真相的，你先回去吧。淑妃娘娘还是一副温柔的模样，眼神中却好像多了一抹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觉得她好像哪里变得不一样了。我带着忐忑的心回到御膳房，立马就有人将相关人等带到了慎刑司。在慎刑司免不了用刑，我听着前面人的惨叫声，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轮到我时，我的脸上早已没了血色。是不是你下的毒？不是我，到底是何人指使？还不如实招来。我不知道。我拼命辩解，奈何根本没人听。狱卒手中的棍棒高高举起，又重重落下，钻心的疼痛犹如烈火炙烤一般，瞬间传遍全身。我拼命咬紧牙关，还是发出一声闷哼，额头上冒出层层汗珠，身子止不住打着哆嗦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，恍惚间好像看见了温喜，他好像是皇上的贴身太监江德福的徒弟，特地来询问结果的。趁狱卒不注意，他竟悄悄塞给我一个瓷瓶，在我耳边小声道，小桃子，这次你惹的是太大了，我帮不了你太多。
伤药给你，要活下来啊！我紧紧地拽住瓷瓶，宛如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回到了自己房间，李嬷嬷正轻柔地给我涂药。嬷嬷见我醒来，李嬷嬷脸上的心疼瞬间消失，指着我一阵呵斥：“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谨言慎行，谨言慎行，你就是不听。我刚走没多久，你就给我惹事。”我瘪着嘴，眼泪霎时落下，委屈地抱着她的胳膊哽咽道：“嬷嬷别骂我，小桃很听话了，小桃没有惹事，我只是别人狩猎老虎时不小心掉进陷阱的兔子，明明与我无关，却把我砸得头破血流。”见我流泪，李嬷嬷顿时也红了眼眶，把我抱在怀里安抚着：“孩子，忍忍吧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我们这样地人，从来反抗不了命运。是啊，对我们来说，好像活着就已经很艰难了。后来我知道，是淑妃娘娘就吓了我。事情的真相我不得而知，我只知道结果是淑妃娘娘安然无恙，云嫔娘娘却被降为了云婕妤。温喜给的药效果很好，伤好之后也没有留疤。她帮我那么多次，我应该好好谢谢她。我拿着自己做的四喜丸子去找她，找到她时，她正在树下看书。她身着长服，星星点点的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就像给人镀了一层光。她看起来不像太监，反倒像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。小桃子，你伤好了。我回过神来，才猛然发现我竟然看她看呆了，脸顿时红成一片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好了，多谢温公公的药。怎么又变回小结巴了？”他拍了拍我的头，我更慌了。这个给你，谢礼，我先走了。把食盒塞进他手里后，我捂脸就跑，对身后的喊声置若罔闻。当我以为事情已尘埃落定时，云婕妤派人传话说要见我，你便是去瑶华宫给本宫采桃花的小宫女。我埋头跪在地上，是奴婢。我能感受到他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，久到我跪的膝盖都在隐隐作痛，心里的不安越发严重，我害怕的全身发抖。听头顶云婕妤轻笑一声：“怕什么？难不成你是故意才有毒的桃花给本宫的？”奴婢不知。我吓得连连摇头。你不知，淑妃娘娘也不知，那谁知呢？云婕妤抬起我的下巴，迫使我看向她。是谁要害我的孩子？我咬着唇不敢说话。云婕妤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又坐了回去，神情恍惚地摸着肚子，眼神中既有怀念，也有哀伤。皇儿放心，为娘不会让你孤单的。走出西云阁时，我的腿还在发软，脑中只回荡着云婕妤最后那句：“回去收拾好东西，明日便搬到西云阁来，以后你便是本宫的贴身宫女了。”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御膳房，又想起了希儿姐姐的结局。难道我注定跟希儿姐姐一样？那我至少也要留下点什么。我将所有首饰留给春红，又写了一封遗书留给李嬷嬷，还留了部分银钱，请她帮我安排身后事。我不想和那么多陌生人睡在一起，我想安静地睡在一个好看的棺材里。最后我来到了温喜这边，又是你个小桃子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事想让我帮忙啊？再来几次我可要收费了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心里的委屈便再也抑制不住，眼泪霎时就落了下来。我哽咽着把所有银钱都塞到了他手里。温公公，这是我所有的身家，都给你。温喜不明所以的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手中分量并不重的荷包，有些哭笑不得。我收费也用不了这么多，你都给了我，以后不活了。我没听出他在调侃，吸着鼻子点了点头。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我知道你会医术，人也很好。我死之后，麻烦你能多照顾照顾御膳房的大家，遇到别的生病的小宫女也能出手救救他们，这些就当是我帮他们付的诊费了。我虽活不了，但起码别的小宫女能活得轻松几分。温喜神色一下凝重起来，小桃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摇头，只不过要死了而已。温喜，他追问了半天，我才如实相告。听完之后他笑了，我认识的小桃子可不像是一个会轻易认命的人。我怔愣片刻，摇头，我不是认命，我只是斗不过命。温喜低下头掐住我的脸，笑嘻嘻道：“那我陪你再斗一次，如何？”看着温喜的笑脸慌了神，一直以来嬷嬷都告诉我要认命，要忍，可忍到现在，结局也就是一个死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不能认命，并且愿意陪我再斗一次命。我的心跳没有一次比现在更剧烈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的回：“好。”温喜说：“云婕妤现在无非是找不到报仇的人，所以才想拉些人给死去的孩子陪葬。若我能找到真正的凶手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而这宫里知道消息最多的，往往就是我们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宫女太监。”我拿着我的全部身家问遍了各个宫的宫女，温喜则帮我询问太监那边。晚上会合时，温喜的脸色并不好看。小桃子，瑶华宫那棵桃树是皇上亲口赐下的。我瞪大了眼睛，突然想起淑妃娘娘，也突然看懂了我告知她桃花有毒时，她眼底的失望与释然。原来那一刻，淑妃娘娘就已经知道真相是什么。淑妃娘娘多年不孕，那毒不是下给云婕妤的，而是给她。想清楚后，又抓住温喜的手，不对，不是皇上。
淑妃娘娘是威武大将军之女，皇上不让她诞下子嗣实属正常。可云婕妤之父不过普通官员，皇上并不会多加阻拦。我想起今日问到的一位宫女的话，喝桃花茶、吃桃花糕对安胎有好处的话，是从坤宁宫中传出来的。云婕妤信以为真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才想着去尝试一番。可这个季节，宫中盛开的桃花也就只有瑶华宫的那一株了。温喜缓缓叹了一口气，若是坤宁宫，那便是皇后娘娘了。弄明白了真凶，我便想去告知云婕妤。温喜拦住了我，云婕妤可不是淑妃娘娘，不管这是不是真相，她都不会留你。小桃子还是等我的消息吧。我只好听温喜的话，先进入了西云阁。没多久，云婕妤的贴身宫女不知从哪听到了消息，很快便禀报了上去。那一日，西云阁的灯亮了一整晚，摔砸声也响了一夜。在那之后，云婕妤果然再无暇顾及我。我被分到院外坐着洒扫工作，也算是平静了一段时间。直到皇后诞辰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大公主中毒昏迷，现已危在旦夕，太医抢救数日，却还是没能救回。皇上震怒，决心彻查此案，很快便查到了云婕妤身上。被发现那日，云婕妤笑得癫狂至极，哈哈哈！皇上，当初我被那贱人所害，你说查不出，现在不是查得很快吗？你明知那贱人害我，却处处包庇，反倒降我的位分。今日我便要让他也尝尝痛失骨肉的滋味。不多时，就有太监端着白绫上门，再然后云婕妤就被抬出了门，身上盖着一块白布，再无声息。这西云阁似乎半点也没有西云的意思。云婕妤走后，我们这些工人全都要派去新者库，我却在半路遇上了淑妃娘娘。小桃，你愿意的话，以后就跟着本宫好吗？跟着淑妃娘娘总比去做苦力的好。我果断点头，小桃愿意。淑妃娘娘告诉我，她看我聪明机灵，原本她是想等我伤好之后就把我调过来的，没成想却被云婕妤抢了先，便不好再争。如今倒是又有了机会，我也挺高兴的。实在是很少有人夸我聪明，在瑶华宫的日子竟比在御膳房清闲几分，伙食变好了，月钱也变多了，春红都开始羡慕我了。我偶尔去御膳房帮淑妃娘娘拿膳食，她都会黏着我，嘴里还喊着什么苟富贵勿相忘，我都要安抚她好一会儿才能脱身。我在瑶华宫跟所有人都处得很好，除了淑妃娘娘身边那个之前瞪过我的贴身宫女莲心，看我很是不顺眼，莲心不喜欢我，我倒是也能理解。原本淑妃娘娘就她一个贴身宫女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我，平白无故被分了宠，当然不会开心。不过按她所说，我笨手笨脚，什么都不会，她教的实在心烦。好在她虽烦我，但仍然教得十分用心，就是不爱与我说话。平日里我还是有些许孤单的，不过没关系，空闲时候我都会去找温喜聊天。每次找她，她基本都在看书，但跟她说话时，她又都会回应。后来我才知她看的都是医书，靠近了还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药材香。这才觉得之前对他的看法并不准确，他并不是书生，倒更像是个大夫。只要不当值，他都在研究医术，偶尔连饭都忘了吃。我问他以后是想要出宫开医馆吗？他顿了顿，摇头。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出宫，我要给我父亲翻案。我这才知道，他父亲原是太医院的太医，还经常无偿帮宫里的宫女太监看病，所以当初他才会去救春红，遇到有病的工人也会帮助一二。可当年他父亲给太后看病，却开错了药方，致使太后病重去世，因此全家遭殃。温喜不信他父亲连药方都会开错，这才常年钻研医术，想日后帮父亲翻案。我想了想，认真的说，那我也不出宫了，我帮你翻案。温喜诧异的看向我，帮我？你难道也要一直留在宫里？你宫外不是还有家人吗？你帮我那么多次，我当然也要帮你。至于我的家人，他们没有我也会过得很好的。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吵着要出宫的小孩，宫里虽不能外出，可每年都有与家人相见的日子，我爹娘却从未来过。我也不是没有打听过他们的下落，宫外那人告诉我，他们早已拿着当初送我进宫的银子回了老家，他们早就不要我了。没有我，他们还有别的儿子女儿，可李嬷嬷和温喜却只有我一个。我说的坚定，温喜却点了点我的额头，不以为意道，你还小，等到了25岁再说吧，说不定到时候你就改变主意了。他不信我，我也懒得解释，但我暂时也帮不了他什么，怕他熬坏身子，只好一有时间就和他一起吃饭。温喜很喜欢我做的四喜丸子，每每吃得干干净净。我喜欢跟他一起吃饭，并且想一直跟他一起吃饭。今日淑妃娘娘起得格外早，我给她打完水洗漱完，就准备去叫早膳，却被娘娘拦住，不必了，皇后娘娘身子大好，今日得去坤宁宫请安。去坤宁宫的路上，莲心一再警告我，务必要谨言慎行。我连连点头，这个我熟。等到了坤宁宫，我却还是忍不住抬头去看皇后娘娘。她端坐于上位与众人寒暄，一派雍容华贵之态，丝毫看不出有半点伤心的迹象，许是已经走出了失去大公主的悲痛吧。失神时，皇后娘娘却面带笑意看了过来。淑妃前段时间告病，如今看上去已是大好，倒是可以让敬事房将绿头牌重新放回了。淑妃娘娘显然没想到皇后会点到她，怔愣片刻才反应过来，捂着嘴咳了2声，嗨嗨，臣妾身子还未好利索，唯恐误了圣体，还是再过段时间吧。
如此也好。皇后娘娘也没强求。回去路上，我问娘娘是否要叫太医过来看看，娘娘笑着摇头。小桃放心，本宫没病。我一头的雾水，不明白淑妃娘娘为何要装病。没成想第二日便知晓了答案。我在后宫之中最怕的那个人来了瑶华宫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皇上。他身着龙袍，长身玉立，眉眼修长疏朗，浑身透着一股凌厉又内敛的气息。他温柔地询问淑妃娘娘身子是否好些，亲昵地凑过来想要拥她入怀。淑妃娘娘却只是侧身躲开。她神情冷淡，皇上万金之躯，臣妾身体欠安，怕是不能侍奉您了，望皇上赎罪。皇上很快脸色一冷，沉吟片刻，低声道：那好吧，等阿瑶身子好些，朕再来看望。皇上走后，淑妃娘娘又望着门口发了好久的呆。她明明是盼着皇上来的，但人来了却又要赶她走，人真是矛盾。之后的日子，皇上又来了好几次，有一次甚至等了1个时辰，却都被淑妃娘娘拒之门外。莲心还劝过娘娘，娘娘好歹见一面吧，皇上对您还是有感情的。淑妃娘娘望着院子里的桃花树苦笑，就是有感情才不见，见了又如何能不怨呢？那棵树是之前桃花树被挖走之后重新种下的，听说又是皇上亲口所赐。莲心看了看也不再说话了。而对我来说，能不见皇上简直是太好了。可惜皇上还是会每月固定来一次，每次我都会照例问淑妃娘娘要不要见，每次淑妃娘娘都会笑着摇头，然后我再去回绝皇上。皇上的眼神一次比一次失落，可他要是真的爱淑妃娘娘，又为何要伤害她呢？当我以为淑妃娘娘会永远不见皇上时，那日却看到淑妃娘娘点了点头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莲心已经兴高采烈地帮娘娘梳妆打扮起来。莲心说她早猜到今日淑妃娘娘会见皇上的，因为今日是他们初见的日子。我却觉得淑妃娘娘不像是要去与皇上回忆往昔，倒像是去告别。果然，淑妃娘娘和皇上在桃花树下聊了没多久，皇上就走了。皇上走后，淑妃娘娘一个人锁在房间待了1晚上，第二天出门眼睛还是红肿的。此后皇上再也没来过。后来我听淑妃娘娘说起，当初她和皇上就是在桃花林相遇的，这一见便误了终身。她本可以在边塞的草原上自由的驰骋，却甘愿被困高墙。以往她还可以等，如今却不想再等了。我问娘娘，此后真的不再见皇上了吗？她说，身处后宫，又怎么可能永远不见？只不过桃花不在，情意如烟，再见她便只是皇上了。我觉得或许淑妃娘娘早就倦了，只剩这桃花树成了她最后的念想。没成想这最后的念想却成了伤她最深的利剑。而今她终于放下了。日子久了，后宫都开始转，淑妃娘娘失宠了，瑶华宫里嚼舌根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气得莲心提着扫帚在宫里到处抓人。我却只担心伙食会不会变差。听说内务府的人很会看人下菜碟，失宠的宫妃都会被克扣分例，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宫女了。淑妃娘娘许是看出了我的担忧，提着一杆红缨枪安慰我，小桃不用担心，只要我的父亲依然是威武大将军，我在后宫的地位就永远稳固。我心里这才安定下来，然后跑上前去给淑妃娘娘递茶擦汗。自从娘娘放下了皇上，便开始重新捡起武艺。我这才知道，看似温柔的淑妃娘娘竟然耍得一手好枪法，英姿飒爽，活脱脱一个巾帼女将军。与以前判若两人，我却更喜欢现在并不算温柔的淑妃娘娘。淑妃娘娘还说，从前是她错了，女子不该总耽于情爱，应该多想想事业。有朝一日若能离开后宫，她一定要当一个劫富济贫的女侠。我很是支持她，并且让她少看点画本，当了宫妃如何还能出宫？小桃，你且等着，以后我带你一起行走江湖。我嘴里咬着桂花糕，头都快摇掉了。淑妃娘娘好奇，宫女到了25就有机会出宫，怎么小桃你不想出宫吗？不想，小桃要永远陪着娘娘。我答得迅速，淑妃娘娘却不是很信，我可不用你陪，你想陪的另有其人吧？没有。我脸上一阵发烫，支支吾吾的反驳，莲心却一下戳穿我，我知道，必然是你那个对食了，叫温喜。听到温喜的名字，我的脸这下彻底红透了。淑妃娘娘却是恨铁不成钢，刚跟你说了女子不能耽于情爱，你是一点也没听进去啊，更何况她好像还是个阉人吧。我低着头听着淑妃娘娘苦口婆心地劝导我，她让我好好考虑，反正等我到25岁时间还早，离我25岁或许还有很久，但我心里早就已经考虑清楚。对我来说，温喜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温喜就是温喜，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温喜。我还是经常去找温喜，想到那天莲心的话，我忍不住问他，温公公，对食是什么意思呀？温喜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神情严肃，谁跟你说的要和你做对食？没谁啊，是莲心姐姐说的，说我们是对食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，这是什么不好的话吗？不是。温喜松了口气，郑重地解释道，对食就是好友之间相对而食，搭伙吃饭的意思，不是什么不好的话。哦，这样啊。我咬着筷子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有点失落。宫里知道的人都在传我们是对食，我又如何不知对食是什么意思？不过是想知道他的想法罢了，却不想温喜还是个骗子。可我今日定是想要弄清楚不可。我脱口而出，若是我不想只与你做好友呢？什么？我不想与你只做好友，我想与你结为夫妻。我从未这么大胆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
我们温喜吞吞吐吐半天没说出一句话，反倒脸红个彻底。我心中一动，试探着握住他的手，你是愿意的，对吗？小桃，你不明白吗？温喜低着头把手抽了出来，我是个太监，我甚至不是个完整的男人，又怎么能当你相公呢？我的手里一空，心里也好像空了一块。我明白，我倔强地把他的手又拉了回来，不就是生不了孩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早就有听闻，女子生孩子就如同在鬼门关走一场，可大家都说多子多福，逼得每个女子都以多生为好，整日在鬼门关转圈。当初阿娘也是，但生了那么多，家里反而越来越穷，身子也越发虚弱，这又是什么福气呢？在我看来，不生反而才是福气呢。听完我的解释，温喜的表情越发无奈。小桃，不想生和生不了是不同的，更何况这不仅仅是生孩子的问题，还有我不管有什么问题，我只知道我喜欢你，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我不想再听他的解释，只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，等一个回复。温喜也静静地看着我，眼神分外柔和。最终他还是把我拉进了怀里，语气无奈地在我耳边轻声呢喃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我躲在他充满药香的怀里，心中欢喜至极。我就知道他也是喜欢的，从认识到现在，他从未拒绝过我。我羞涩地小声问他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结为夫妻了吗？温喜沉默片刻，轻抚着我的背，沉声道，不急，等你长大了再说。我又一次失落，我都已经18岁了，还要怎么长大呢？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他是想等到我25岁，宫女到25岁便可离宫，他这是给我留了一个反悔的机会。可我不愿意要这个机会，我想要搬去与温喜同住。淑妃娘娘又开始劝我，但在我的坚持下，她还是叹了口气，小桃，你随时可以反悔。李嬷嬷原先也是不同意的，直到我说她和温喜都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，我希望她可以支持我的决定，不希望我以后后悔，她这才点头，送了我一个同心结，并告诉我以后若是受到欺负了，就回来找她。在宫里这么多年，嬷嬷认识的人也不少，当你教训个小太监还是做得到的。我连忙高喊，嬷嬷威武！就连春红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，指着我一顿教育，我看你就是最近浮想多了，想给自己找点苦头吃，与我一样以后出宫找个老实人嫁了不好吗？我摇着头告诉他，这个人我认定了。春红无奈，又气羞羞地跑走了。搬过去的那天，温喜特意把他的医书都收起来，大半给我放东西，知道我爱做饭，还给我腾出一块地方烧火做饭。我知道医书对他的重要性，想给他整理出来，我在院子里垒一个灶台就行。他拦住我说，以后这里也算是你的家，家里有我的一半，当然也要有你的一半。在宫里这么多年，我也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。我高兴地当场给他做了一桌子菜，撑得他在院子里不停遛弯，医书都看不下了。睡前，他面色有些不自然地塞给我一个盒子，这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月钱，以后便都给你管着。这算是伙食费吗？我疑惑地问。温喜想了想，笑着调侃，要是都像今天这么吃，可能还不够伙食费的。我有些心虚地想起了今天那奢侈的根本吃不完的一桌子菜，算了算我们2个人的月银，决定以后还是要节俭一点。我把盒子收起来放好，便爬上了床，与温喜并排而躺。黑暗中，连呼吸声都听得格外清楚。今晚也算新婚之夜了吧？我冷不丁开口，吓得温喜呼吸一滞。半晌，他说，小桃，我给不了你新婚之夜，但除此之外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我沉默片刻，侧过身，与他十指相扣。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，温喜。对我来说，这已经是新婚之夜了。温喜果然说话算话，不仅将每个月的月银上交，就连偶尔得到的赏赐也会给我，甚至是一盘点心都要带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宁愿捧着医书扫地，也不让我干活，甚至连做饭也要跟我抢。他说，我能给你的不多，只能给你我的所有。我瞥了一眼桌上黑乎乎的菜，倒是也不用什么都给我。温喜对我极好，让我在家只用享福。我却不高兴了，我并不需要他补偿般的好。我告诉他，你说过这是我们俩的家，各自都有一半，可现在这里一点都不像是家，那像什么？他问我，我毫不犹豫地说，像庙。我就像那坐着的菩萨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用吃你的供奉。温喜笑了，我当你虔诚的信徒不好吗？不好。我果断摇头，我要的是相公，不是信徒。我们应该互相扶持，相互给予，而不是你一个人的付出。温喜的眼神逐渐柔和，望着我出了神。他轻声哄我，是我错了，小桃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说是这么说，他还是不愿让我干太多的活，只是终于放弃了做饭，这成了家里我唯一要干的活。再后来，温喜的师傅江德福年事已高，便向皇上举荐了他。温喜成功升了官，当上了太监总管，得以常年侍奉在皇上身边。渐渐的，皇上也发现了他的才能，可却并未重视他。温喜也并未气馁，他说，皇上拥有的可是一整个太医院，又如何会在意一个我小太监的医术如何？
他每日都会给皇上按摩缓解头痛的毛病，再后来更是用家传的针灸之法，彻底根治了此症。皇上这才对他另眼相看。温喜也终于争取到了能自由进出太医院学习的机会，他开始每日早出晚归，就是为了找出当年太后重病的线索。我也只能每日给他多做点好菜补身体，再做一些糕点让他带去，分给太医院的太医，争取能多套点信息。直到那日，他终于查到了当年给太后问过诊的另一位太医的消息。他特地托人在宫外询问。那日温喜高兴了好一阵，抱着我兴奋地说：小桃，我终于有机会帮我父亲翻案了，那我就帮你做一桌子好吃的。我笑嘻嘻地回他，眼看翻案有望，我迫不及待做了一桌子好菜和他庆贺。等他回来，却只看到了他颤抖的拿不起筷子的手。小桃，我好像吃不了饭了。他的肩膀耷拉着，眼眶微微发红，看着我苦笑。我的心随着他的笑发出一阵刺痛。我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，他翻不了案了。那位太医早已经驾鹤西去，好在温喜内心坚定，只消极了一段时间，便又很快振作起来。他仍然努力钻研医术，每日给皇上调理身体。皇上也夸他比他师傅强，还说怕是以后都离不开他了。但在温喜故作偶然地提起太后的时候，却瞬间变了脸色。狗奴才，什么都敢说，是朕平日里太惯着你了吗？那晚我没等到温喜，我去问了温喜手下的太监，这才得知他因失言被罚跪在御书房外，没有皇上的命令不得起身。我一直知道，在上位者眼里，不管怎样，我们终究不过是奴才，做得好了不一定有赏，做错了却一定会罚。而他们眼里的错，有时候不过是一句话或一个眼神。事情来得突然，可即便如此，我能做的也不过是陪着他。那是我第二次来到御书房外，我在那个熟悉的灌木丛躲了一晚上。第二天被温喜叫醒，小桃回家了。我睁开眼便看到温喜一脸的憔悴，顿时心疼的想要翻开他的裤腿查看膝盖。温喜拉住了我，回家再看吧。好吧，我无奈点头。又突然想到什么，问他：你是怎么发现我在这的？温喜用手做刀状在我面前挥舞了一下，大卸八块。他笑着道：这地方还是我告诉你的。我想着如果你来了，那一定就是在这儿了。他明明是在逗我开心，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。我红了眼眶，忍住眼泪问他：很痛吧？不痛。他信誓旦旦道：跪一会儿而已，怎么会痛？说完还想起身证明自己没事，却扯到伤口，踉跄一下跪在了地上，头上一下就冒出了冷汗。我迅速上前扶起他：别逞强了，我扶你回去涂药。回去掀开裤腿，膝盖早已淤青一片，些许地方甚至渗出了血迹。涂药的时候，温喜疼的脸都白了，却一声没吭。反倒是我边涂边掉眼泪，温喜还得反过来安慰我：小桃不哭，小伤而已，很快就好了。我抬手擦了擦眼泪：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碗面。我把面端来的时候，温喜正收拾医书，沉默着将书一本一本往箱子里装。我愣了一下，收起来干嘛？以后用不上了。温喜笑了笑，放着多占地方啊。他好像彻底放下了翻案的事，我心里却说不出的难受。我放下碗，沉着脸，一言不发地把书一本一本又给放了回去。他放一本，我放一本，搞得温喜哭笑不得地抓着我的手：小桃，你干嘛？我不准你放弃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就算翻不了案，这也是你最喜欢的事，不是吗？他10年如一日的钻研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对医术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身处深宫已是不幸，本就渺小的我们总要有所坚持才行。温喜的眼眶一点一点湿了，他哑着嗓子问：喜欢又能如何？能救人啊！你救过春红，也救过我，以后同样能救更多人。我坚定地说：你是大夫，这宫中还有很多人等着你来救。温喜的眼底这才有了些许亮光。我继续乘胜追击道：就当是为了我，为了你。对呀，万一我以后得什么大病，就像那种不治之症，生命垂危，谁都治不好。别说了。他将手里的医书捏得变形，猛地把我拉进怀里，他死死地抱着我。别说了，小桃，为了你，我不会放弃了。好，我轻抚着他的背，安抚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冷静下来。我听到他在我耳边轻声感慨：小桃，遇见你是我的幸运，可对我来说，遇见你又何尝不是我的幸运？温喜救了很多人，生病的小宫女，挨罚的小太监，有着常年暗疾的老工人，还有冷宫中的宫妃。温喜的精神一日比一日好，他是天生的大夫。日子久了，他在宫中也有了些许名气，被很多人所崇敬，却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。今日温喜回来的时候，天色已晚，他的脸色也有些疲惫。我有些担心，是皇上又罚你了吗？不是，他摇头，是皇后娘娘找我。我心里一紧，皇后娘娘找你干嘛？他有些别扭地说：安胎，皇后娘娘怀孕了。原来皇后娘娘当初生了大公主之后，身子便一直不太好，一直在调养。大公主死后，心中悲愤交加，对外却只能一直忍着，维持一国之母的仪态。长此以往，身子便更差了。这2年，后宫出了好几位皇子公主，但中宫无子总会惹人诟病，前朝也不免提起此事。皇后娘娘心中着急，便在宫外寻了秘药，好不容易怀上，却3番5次晕倒。宫中的太医皇后娘娘又信不过，这才找到温喜帮忙安胎，并以帮她翻案为条件。温喜答应了，她神色拟
凝重地提醒我，此事绝对不要对外提起。我知道的。皇后娘娘不说，肯定是不想让人知道。消息要是从我们这边传出去，到时候恐怕性命不保。可淑妃娘娘对我很好，瞒着她，我心中实在不安。第3次走神时，淑妃娘娘忍不住问我：“小桃，你今日怎么了？若是身体不舒服，一定要说，早点回去休息才好。”没怎么，我心中一暖，思索再三道：“只是想到冬日将至，等皇后娘娘身体好了，又得每日请安，得多做几个汤婆子路上保暖才行。若是如此，便不必了。皇后娘娘一时半会好不了的。”淑妃娘娘轻描淡写道。我吓了一跳，难不成淑妃娘娘知道什么？连忙开口询问道：“为何？”淑妃娘娘笑了笑，皇后娘娘有了喜，必会万分谨慎，如何会让我们前去惊扰？淑妃娘娘竟然真的知道。萧敬学也是个傻子，此番若真生下个男孩，他以为李敦还能容得下他，容得下萧家吗？淑妃娘娘的表情有些唏嘘。皇后娘娘乃是萧国公之女，也是太后娘娘的侄女。早年太后娘娘在的时候，萧家在朝堂上如只手遮天。太后娘娘走后，皇上收回了政权，多方打压之下，萧家这才消停下来。若是皇后生下男孩，必定会成为太子，到时萧国公又会再次嚣张起来，萧家士气外戚干政，这是皇上绝不会允许的。皇后娘娘直到胎稳才对外宣称有喜，后宫中人连忙送去贺礼，皇上也过去慰问，看似一片祥和。几个月后，皇后生下了一个男孩，皇上看都没看一眼，回去后砸了好几个杯子，将所有伺候的工人一顿训斥，有的还挨了罚。你没被罚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什么事。温喜面色如常，我却注意到他把手放在了背后，想必是不想让我看到什么心疼。我绕到身后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看着他手上一连串的水泡，气得跺脚。这还叫没什么事，一点烫伤而已。温喜只是笑笑，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他立马心虚地别开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我无奈皱着眉边涂药边叮嘱：“皇上近日心情不好，你一定要小心伺候。”我知道的。涂完药，温喜缓缓叹了口气：“命运弄人啊！从前我拼了命的想去到皇上身边，现在……”他说到一半又停住，我不由好奇：“现在如何？”他拉着我的手紧紧握住，满眼柔情地看着我：“现在我只想在宫外开个小医馆了，与你一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。”我嘴角微扬：“那我帮你炮制药材。”想到那幅场景，我突然兴奋起来：“那开在哪里？”江南吧，风景秀丽，气候温和，那可以养2只鸡，2只鸭，再养1条大黄狗吧？可以。对了，还得给你收个小徒弟，给我们养老。好，都依你。4皇子出生之后，萧国公一派开始极力主张皇上立太子。皇上从一开始的拖延，到后面更是直接开口斥责，问是不是想让他早点死。萧国公却还是不依不饶，前朝风起云涌，后宫却愈发风平浪静。淑妃娘娘直接闭宫不出，这样的宁静怕是维持不了多久了。果然没多久，皇后病重，太医院的太医轮番诊治，皇后娘娘的身体却是一日差过一日。最终温喜去了，回来的时候，她整个人如同失了魂一般。小桃，我父亲当年竟真的开错了药方，原来皇后娘娘的病与太后当年的症状如出一辙。皇后娘娘心中惶恐，很快在宫外找到了当初那名太医的儿子，也因此得到了温太医当年开出的药方。药方本没什么问题，但温喜给皇后娘娘把完脉之后，却发现了不对的地方。皇后娘娘并没有病，她中毒了。这种毒隐藏得很深，而且症状与另外一种不治之症类似，但如果按这种不治之症开药，反而会激发毒性，致人死亡。而温太医当年并没看出中毒，恰巧就是按这种不治之症开的药，心中信念就此崩塌，让温喜这么多年的坚持显得无比可笑。他恍如被人抽干力气一般瘫倒在床上，眼神呆滞。我躺倒在他身边，掰着他的脸，迫使他看向我，他的眼神这才有了些许神采。他一脸迷茫：“小桃，原来真的是我错了。”“你没错。”我眼神坚定，我们都只是这权势棋盘上的一枚棋子，任人摆弄，只能苟且偷生。当年温太医便是为了对子输掉的那枚棋，是皇权争斗下的牺牲品，而如今我们也已经牵涉其中，却还是只能挣扎求活。我们连自己的命运都尚且掌控不了，又何谈对错呢？是了，可纵使只是棋子，也是有自己的筹码的，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。温喜又重新振作了起来，他帮皇后娘娘解了毒，不仅仅是为了当年的父亲，也是为了他这么多年的坚持。皇后娘娘也终于反应过来，皇上绝不会放过他和4皇子，也不会放过萧家。纵使他已解了毒，却依然装病不出。与此同时，朝堂上萧国公越逼越紧，皇上忍无可忍，指责萧国公年老体衰，责令他回家休养。萧国公气急，直接在夜半时分起兵谋反，悄无声息地把整个皇城都围了。听到消息的时候，后宫顿时陷入一片兵荒马乱。我担心着温喜，心中像被什么堵住一样，坐立难安。淑妃娘娘却异常镇定，提着一把红缨枪向外走去。我急忙拦住她：“娘娘，现在外面很是危险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淑妃娘娘淡定地说：“我得去找皇上，做不了夫妻，我们也是君臣。”即便她神色再淡然，我依然听出她的口是心非，她终究还是放不下皇上。我只怔愣片刻，瞬间下定决心，我也去，我也有放不下的人啊。淑妃娘娘将门虎女出身，路上零星几个人根本拦不住她，反倒是我拖了后腿。等到了金銮殿，我一眼
眼就注意到温喜，他捂着胳膊，脸色苍白，衣袖已经被血迹染成深色。我的眼睛一阵酸涩，瞬间变得湿润。温喜看到我，忍着疼痛扯起一抹笑容，对着我微微摇了摇头。他在说他没事，我心里更急了。温喜这人越是严重，他越会睁眼说瞎话。淑妃娘娘一枪挑开威逼在皇上身边的小兵，把他护在身后。皇上一脸感慨地看着他，阿瑶，你果然没变，还是和初见时一模一样。淑妃娘娘眼神微闪，却沉默着不搭话。皇上叹了口气，但这次很危险，你不该来的。我们韩家上下做了一辈子忠臣，这名声不能毁在我韩书瑶的手里。淑妃娘娘说话滴水不漏，皇上眼底的失落一闪而过，却迅速回过神来，凛声道：阿瑶，快去宫外成交，通知韩大将军前来评判。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，韩大将军不是在镇守边关，何时来了京城？竟一点都未曾听闻。连淑妃娘娘都一脸震惊，神色几经变换才点头应好。我扶着温喜，内心纠结万分，不知是否应该同去。你去吧，我没事的。温喜低声道，可你的伤口我用了药，已经止住血了。说完他递给我一个瓷瓶，是他特制的伤药，注意安全，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我接过点了点头，又捡了把长刀，跟在淑妃娘娘身后跑出去。好不容易快跑到宫门，身后竟跟来了追兵无数。淑妃娘娘见状，递给我一块玉佩，小桃，这是我从小戴的玉佩，我爹一看便知，你拿着它，快去城郊通知我爹。是。我深知此时多说无益，只有尽快叫来韩大将军，才能救下所有人的命。我接过玉佩，凭着以前的记忆朝着城郊夺命奔去，腿上的酸痛和每次呼吸带来的刺痛都被我一一无视。我不知疲惫地跑，直到看到军营，将所有事情一并禀报，我才瘫坐在地。所有疼痛一瞬间传来，痛得我浑身颤抖，但我很快又颤抖着爬了起来。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。再入宫门，只听见前方传来一阵阵嘶吼声，韩大将军领着一大批人马和御林军一起里应外合，才将叛军降服。我看着一地残肢烂体中那块蓝色的衣角，那是淑妃娘娘穿的衣服。难不成？眼泪一瞬间决堤。淑妃娘娘，我费尽全力将她身上的尸体搬开，只看到一身鲜血的她平静地躺在地上，没了往日的鲜活。对不起娘娘，是小桃来晚了。我趴在淑妃娘娘身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却感觉有一只手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背。我吓得一激灵，猛地抬起头，就看到满脸血污的淑妃娘娘笑着朝我挥了挥手。小桃呀，我还没死呢，闹了个乌龙。我满脸尴尬地擦干眼泪，急忙扶起她朝宫里走去。小桃，淑妃娘娘突然叫住我不想回宫了，这偌大的皇宫不过一座华丽的牢笼，如今我只想看看牢笼外面的世界。我心中思虑万千，宫妃失踪的后果不是我能承担的，可看到淑妃娘娘眼中的向往，我还是不自觉点头。好，不知为何，我老是喜欢干这种不自量力的事儿。我可能是有病。等我把淑妃娘娘送到宫外她信任的人身边，宫中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。萧国公眼看计划失败，已愤然拔剑自刎。之后皇上更是一声令下，将萧家上下全部捉拿，废除皇后，同时将四皇子贬为庶民。但眼下战场还没来得及打扫，我连忙从后宫偷出一具宫女尸体，换上淑妃娘娘的衣服，然后放了把火，火烧皇宫。我应当也是宫女中第一人了。然而没等我骄傲多久，我就被抓了。阿瑶呢？淑妃娘娘她为了奴婢能及时送信，在阻拦追兵时不幸遇害。尸体呢？奴婢回来看到时已被火烧毁。皇上闭上双眼，嘴唇也抿得死紧，让人无法察觉他的情绪，但我却注意到了他微微颤抖的双手。沉默良久后，他睁开双眼，眼神凌厉。朕不相信。他转身就走。不是不相信，是不想相信吧。这冰冷的牢狱，我怕是出不去了。到了生死攸关之际，我心里想的竟全是温喜，不知他现在可好。当我以为我会独自在这被关到饿死，牢里来人了，狱卒粗暴地把人扔进隔壁。我定睛一看，那缠着绷带、脸色苍白的人，想什么来什么。温喜，我瞪大了眼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温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谁让我想在家里等你，你却想在牢里等我呢？你是故意进来的？不是，皇上发现了我帮皇后娘娘解毒的事，我就被扔了进来。温喜说的风轻云淡，我心里却是一阵五味杂陈。怎么办？这下真的要一起死了。温喜隔着栏杆握住我的手，笑得轻松，能与娘子一同赴死，是温喜的福气。我心中的忧虑一下消失不见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你终于承认我是你娘子了，不再等到我25岁了吗？不等了，我怕我等不到了。温喜声音很轻，我心头一酸，咬着唇控制着不哭。片刻后，我笑着看向温喜，既如此，便不等了，我们就在这里拜堂吧，我不想留有遗憾。好，温喜点头。没有三书六礼，没有封官下配，只有两个相互心悦之人，一拜天地，二拜还是天地吧。夫妻对拜，礼成了。娘子。
相公，我们两个笑得没心没肺。牢房外的狱卒一脸疑惑，稀奇了，没见过要死了还笑得这么开心的。判决下来了，以谋反罪秋后问斩，离那时也就1个月时间，一天一天接近死亡，但有温喜相伴，倒也变得没那么难熬。醒醒，小桃，该走了。我瞬间惊醒，要砍头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是要自由了。面前的黑衣人摘下面罩，露出一张熟悉的笑脸。我震惊了，淑妃娘娘，您来劫狱。我连忙叫醒温喜，她表现得却格外淡然，朝淑妃娘娘行了一礼，道：劳烦娘娘了。淑妃娘娘微微颔首，你一个天斗就不用谢了。牢房里的狱卒已被放倒，一出牢房却又撞上了2个黑衣人，我吓了一跳。淑妃娘娘连忙安抚，不用怕，是我爹和大哥。我浑身一僵，我一个小宫女，何德何能让韩大将军和韩少将一同前来劫狱救人？但当下也管不得许多，逃命要紧。没成想往外跑时，又遇上了莲心和春红。春红，你怎么也在这？淑妃娘娘解释道，她说她知道一条通往宫外的密道。我有些疑惑，以前怎么没听说？春红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眶一下就红了。没良心的小桃，做什么事都不带我，现在还不是要靠我？我有些心虚，对不起，算了，看在你们俩以前救过我命的份上。春红摆了摆手，然后递给我一个荷包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银子和首饰。这是李嬷嬷给你的，她说她最讨厌离别了，就不来了，祝你以后顺遂无虞，皆得所愿。这些便是她给你的嫁妆。我看向后宫的方向，黯然神伤。嬷嬷，小桃以前说要陪您一辈子，给您养老送终。对不起，小桃要失言了。跟着春红走过一条地下密道，很快便来到了宫外，却见不远处的树下站了一个人影。等那人走到月光下，才看清楚样貌，参见皇上。我突然恍然大悟，春红一个小宫女，又如何知道皇宫的密道？平身吧。皇上走上前来，看着淑妃娘娘，阿瑶，留下来陪朕不好吗？淑妃娘娘盈盈笑，皇上这又是何必？您能给我什么呢？弱水3000只取1瓢，还是皇后之位，或者一个孩子？皇上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淑妃娘娘笑得凄然，既然什么都给不了，就放过我吧。敦哥哥，皇上一下怔住，目光闪动间流露出难以名状的复杂之色，是回忆中无边的情谊，还有错过的悔恨和煎熬。渐渐的，他眼里的光点点消散，整个人都变得憔悴不堪。阿瑶，我放过你了。淑妃娘娘果断从他身边走过，又听到他轻声道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看到一滴泪从淑妃娘娘的脸上划过，但她并未停留，直接上了马车。此次一别，便是真的永不再见。怎么样，小桃，要和本女侠一起仗剑江湖吗？淑妃娘娘倒是恢复得很快。淑妃，叫我韩女侠。韩女侠，我连忙改口，看向窗外的温喜。小桃，谢谢您救了我，但如今我已经有了要去的地方，也有了要陪伴的人，就不和您一起劫富济贫了，好吧？韩女侠有点失望，我连忙安慰道，如果您哪日去到了江南，倒是可以来我们的淘洗医馆坐坐。韩女侠也看了一眼窗外的温喜，小声提点道，小喜子这人心思重，你以后可要警醒这些。什么？我有些不明所以。温喜他善良心软，对我一片赤诚，我要警醒什么？韩女侠一脸严肃，你不知道，当初他面上为皇后做事，其实确实是在帮皇上套取信息，皇上这才得知萧家要谋反，将我父亲从边塞叫回来。我听得目瞪口呆。温喜帮皇上做事，可按理来说，皇上是害死他父亲的凶手啊，这有功之事尚且不谈。韩女侠皱了皱眉，这次他为了救你，与皇上联手做局，把我骗回来。皇上要是死活不放我走，我可又要留在皇宫那个牢笼里了。他一脸气愤，他这么坑我，我气他一辈子。我大脑顿时变得一片空白，不自觉大吼一声，停车！回过神来，我跳下马车，直奔温喜。我眉头紧皱，表情凝重地看着他。为什么？温喜开始有些茫然，看了一眼韩女侠，见他心虚地躲回马车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对不起，小桃，我不是故意瞒你，我只是希望我在你眼里能干净点。温喜低着头，声音也越来越低。我不敢置信地望着他，难道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吗？我更生气了，我不准你这么说。你天生善良心软，想做大夫，救了那么多人，在我眼里你的心是最干净的，纵使身体残缺又如何？温喜心思纯净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帮皇上做事，总有你的理由，我能理解。皇上可能不是一个好人，但他确实是一个明君。这些年百姓生活一日好过一日，这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。但萧家不同，江山若落到萧家手里，必定会民不聊生。我继续质问他，可这次呢？你明明没有犯死罪，不用进牢房。如果淑妃娘娘没有回来救我呢？你难道真的要陪我一起死吗？那就一起死。除了你，我在这世上已经没有别的牵挂了。温喜红着眼果断回道。我愣了一瞬，背过身擦掉即将落下的眼泪。总之你不该瞒着我，我想上马车去冷静一下。温喜连忙拉住我，小桃，别走，是我错了。他神情紧张道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别离开我，好吗？听到他卑微中带着乞求的语气，我既心酸又心疼。我扑进他怀里，在他耳边一字一句道，温喜，你记住了，要记在心里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不会打你，也不会骂你，更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温喜僵硬的身体这才缓和下来。
他问永远吗？我回永远。番外江南淘洗衣馆，一片鸡鸭声中，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冲了过来，抱住我的腿告状：师娘，师傅宁愿给大黄买鸡腿，也不给我吃糖葫芦。旁边的大黄狗眯着眼汪汪叫了2声，听上去很是愉悦。温喜走进门，把手中的糖葫芦递给我，又敲了一下小男孩的脑袋：臭小子，这是给你师娘买的，再不去背书，你晚饭的鸡腿就又给大黄吃。哦，小男孩委屈巴巴地跑开。我咬了一口糖葫芦：你老欺负阿飞，小心老了他不给你养老。小孩子就是应该少吃糖，我是为了他好。温喜不以为意，我瞪了他一眼：少吃点又没事，不给他吃明明就是欺负小孩，还不承认。晚上给阿飞讲完睡前故事，把他哄睡，我才回到房间。温喜看2眼一书，又看2眼我，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，循环几次，我不耐烦起来：我的好相公，你想说什么就快说。温喜放下医书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娘子很喜欢小孩吗？我直觉这问题有问题，想了想回道：我是喜欢阿飞，那孩子是我们来江南的路上捡到的，当时饿得只剩皮包骨，就回来后便很懂事，什么都抢着干。我在他身上看到小时候的温喜，这臭小子有什么好喜欢的？温喜嫌弃中带着一丝嫉妒，连一个小孩子的醋都吃，这就是他不给阿飞吃糖葫芦的原因吧？我是想问，娘子想要一个孩子吗？我们已经有阿飞了呀。我是说自己的孩子。温喜声音有些颤抖，我心中一紧，自从出了宫，温喜反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我才不要呢，生孩子多痛啊，还有可能会死在，不生了不生了。温喜连忙打断我，我捂着嘴偷笑了一声，靠近他怀里：你是不是听到王婶今天过来跟我说的话了？王婶也是宫里嬷嬷出身，当年我们搬过来便一眼看出温喜的不同，所以她老是劝我找个正常男人嫁了，生个自己的孩子，才算是个完整的家。她的话我向来是全当耳旁风，没想到温喜却听进了心里。温喜眼神微暗，苦涩的笑意不达眼底：小桃，你确实值得更好的。我静静地看着他问：那你要把我让给别人吗？不，我才不要让。他搂在我腰间的手猛然收紧，低下头与我四目相对。唯独对你，我想自私一点，可是我觉得你还不够自私。我凝神望向他，语气认真且诚恳：温喜，再自私一点吧，永远不要把我让给别人，因为我已经遇到最好的了。我的温喜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